这是美国托莱多号核潜艇在北极破冰而出的画面。如果不上浮的话，它甚至能在冰面以下潜伏数月之久。可是潜艇上的船员不一样，他们需要呼吸。那么核潜艇在水下，氧气该从哪里来呢？中国有句古话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。在核潜艇氧气方面也是如此。例如，一名船员每分钟大约需要0.42升氧气，一天就是604.8升。假设一艘潜艇有100名船员，那么一天就得消耗60480升氧气。要是按照几个月的量来储存的话，潜艇内部都不用装其他东西了。所以，与其携带大量氧气，不如直接用技术制造氧气。如今，潜艇内常用的就是电解制氧，即在水中通电，利用电极将水分子击穿，从而形成氧气和氢气的办法。早在19世纪的时候，英国科学家威廉·尼克尔森就是利用水的电解反应，解决了潜艇氧气补给的问题。潜艇周围茫茫的海水就是原料，用这个方法来制氧，可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。但是由于大海中的水杂质太多，所以要想电解，得先利用蒸馏或反渗透的方法，把海水变成淡水，之后再加入一些氢氧化钾作为电解质，通电后才可以进行氧气的制作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电子从负极进入水池，与水分子发生还原反应，形成氢气和羟基离子。而在水池的另一端，电子通过正极离开水面，这时水中的水分子则会发生氧化反应，失去电子，变成氧气和带正电的氢。于是两边各自产生的氧气和氢气从水中溢出，聚集在上方。氧气供人进行呼吸，氢气则收集起来或者排出船外。虽然说电解制氧会耗费大量电力，但对于以核能源为动力的潜艇来说，这点电量自然是不值一提。但制氧系统复杂，万一中间哪个环节出错，或者机器出现故障了，那该怎么办呢？氧烛就是另一个有效的制氧办法。与普通蜡烛燃烧吸收氧气不同，氧烛反而是燃烧释放氧气。这种蜡烛主要有2种化学物质，分别是铁和氯酸钠。当蜡烛被点燃时，铁单质发生氧化反应，形成氧化铁，放出热量。这部分热量又会使氯酸钠分解出氧气，所以只要燃烧不停，氧气就会不断的生成，发散到空气当中。最后，在核潜艇中制造氧气很重要，但人也在时刻呼出二氧化碳。对于这些二氧化碳，核潜艇又该如何处理呢？这就要说到一种神奇的物质——乙醇胺了。简单来说，它就像可乐一样，能把二氧化碳吸纳到体内，然后当它受热后，隐匿其中的二氧化碳又会从中溢出。所以乙醇胺更多像是一种转移二氧化碳的介质，从室内空气中吸收，然后再到另外一个地方释放出去，以此消除核潜艇内聚集着的二氧化碳。